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会来仔细的介绍瑞昱半导体的开发版物联网开发版阿米巴。首先，我们会先从感知层开始，带领大家熟悉开发版的操作以及程式开发环境，并且向大家介绍各种不同的感测器的基本知识。再来，我们会教导大家如何将我们的阿米巴开发版连接上网路，以及如何将感测器端所收集到的资讯在网络上进行传输。最后，当然希望大家可以整合前面所学习到的知识，发挥你的创意，构思如何开发出一个好的物联网应用，并且实作出来。好，首先我们来看，在最基本的感知层上面，市面上其实有非常多嵌入式的开发板是可以使用的，譬如说像画面上所显示的最基本的 Arduino 的板子，或者是应用非常广泛、效能也非常优异的树莓派。而我们这次课程中所选用的是国内知名大厂瑞昱半导体所推出来的物联网开发版阿米巴。那阿米巴由于具有相当多的优点，我们在这个教学单元中也会一一的为大家来介绍。而在开发嵌入式的应用环境界面里，我们选用了最容易上手、资源也超级丰富的 Arduino IDE。那么透过这个 Arduino IDE， 希望大家可以快速的熟悉这个物联网的程式开发。在这个教学单元，我们也会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物联网终端装置做介绍，并且讲授如何利用阿米巴这个块开发板来连接以及控制这些装置。在熟悉了开发板、物联网的终端装置之后，我们会进到网络层的联网教学。在这门课里面，我们会教大家如何把阿米巴板连接上网络。由于网络的类型有非常多种，我们会带领大家以连接区域网络 WiFi 为主，最后透过有连接外网的路由器，对我们所需要的资讯进行传输。同时，在网络层的教学里面，也会带领大家实作最常见的 CS 组重式的通讯架构，这也就是大家听过或可能熟知的客户端、伺服器端的通讯架构。并且我们会利用这个架构做一些简单的操作和控制实验，让大家对于资料如何透过网络上的传输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最后上完了一系列的物联网终端装置以及网络的基本操作之后，我们会带领大家开始实作几个更进阶的整合性专题。那么其中我们会利用到非常多种不同的感测器与制动器，那横跨不同的网络类型，甚至连接上社群网站、线上伺服器等等。最后，也希望大家发挥你自己的想象和创意，将这门课所学到的知识和技术结合生活上的经验以及需求，开发出属于你独特的物联网应用服务。好，在初步的了解物联网的架构之下，我们接下来就要仔细的带大家好好认识一下感知层的硬体。首先，在画面上大家看到这个在我们选择的嵌入式硬体部分是瑞昱半导体所推出来的阿米巴物联网开发版。而目前瑞昱所推出来的阿米巴系列其实是有两块的，分别是 RTL8195 以及 RTL8710。那 RTL8195 与 RTL8710 这两块板子功能其实都非常类似，都很适合于物联网的开发应用。那在这两块板子里面都有内建 WiFi 的功能，以及它拥有非常丰富的 GPIO、I2C、UART、SPI 这些通讯界面，可以相容于一般 Arduino 的感测器、制动器与相关模组。但和 Arduino 最大的不同是，在搜集完感测资料之后的 data，Arduino 版无法自动的上传，而阿米巴可以直接透过 WiFi 功能上传至网络云端或者是伺服器，因此非常适合直接用来做物联网的应用。这一块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阿米巴 RTL8195 物联网开发版。它正式的型号是 RTL8195AM， 在上面它使用了一颗32位元的 ARM Cortex 的 M3 规格的 CPU， 时脉可以跑到166 MHz， 以嵌入式开发版来讲，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规格。除此之外，这块板子很重要的是，它整合了低功耗的 WiFi 功能，以及 NFC 近场无线通讯的功能。另外，我们看到在板子上有一颗 DAP 晶片，就是这个小篮筐里面所指的。那么 DAP 呢是属于辅助的角色，那它扮演了两个主要的功能。第一个是 DAP 可以模拟成虚拟硬碟，
让映像档能够透过这个虚拟硬碟烧录到阿米巴板上。第二个功能是它可以模拟成序列符装置，让电脑可以透过序列符看到阿米巴板上面的程式执行记录，让我们可以很轻松的透过 DAP 来控制阿米巴板。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阿米巴板上面的3个 Micro USB Host 的插座。第一个插座如同画面上的篮筐所显示的，第一个插座同时有非常多的功能，它既可以提供阿米巴板当成电源来源，也可以和电脑连接作为 DAP 来烧录程式至阿米巴板。那同时它能够透过序列符的传输来看到阿米巴板上面的程式的执行记录，非常的方便，是我们最常使用的插座之一。那第二个 USB Host 的插座，它的位置在这块板子的背面，那么它同时支援了 OTG 与 UVC 的功能。什么是 OTG 呢？ OTG 就是 USB on the go 的缩写，它是 USB 2.0 的规格的补充标准，它可以使得一个 USB 的装置，譬如说播放器或者是手机，从 USB 的周边装置变成 USB 的主机，与其他 USB 装置可以进行连线通讯。而 UVC 则是 USB Video Class 的缩写。这项技术可以使得 USB Device Class 的影像产品，在不需要安装任何驱动程式的情况之下，能够随插即用。像是最基本的网络摄影机、数位摄影机等等等，这些都是这个 UVC 的装置。所以，我们除了可以透过这个插座和其他装置进行资料的传输之外，我们同时也可以传输的是影像的资料，因此可以开发影像专门的应用。第三个是单纯的这个 Micro USB 的供电插座，那提供了电源给阿米巴使用。那介绍完了3个 USB 的插座之后，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介绍阿米巴板上面3个特定用途的按钮。好，首先我们先看到画面左下方的 DAP Update Mode Button。那这个按钮呢，是控制 DAP 的模式，通常是我们在需要更新 DAP 的韧体的时候才会使用到。第二个按钮在画面的这个板子的右下方是 DAP 的 Reset Button， 那它当然是用来重置 DAP 的状态，通常也是在更换 DAP 韧体的时候搭配第一个按钮一起使用的，这样才能一起完成韧体的更新。最后一个按钮是阿米巴的 Reset， 这个 Reset 按钮呢，其实是用来重置整块阿米巴的环境设定。通常在我们将程式烧录到阿米巴板上面之后，我们就会重置阿米巴板的环境设定，让程式可以重新的执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利用到这颗 Reset Button。再来，我们看到的是阿米巴这块板子 RTL8195的周边的输入输出界面。首先，我们来看到这4块，这个最常使用的就是 GPIO 角位。所谓的 GPIO 就是 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 的缩写。顾名思义，就是它是指的是一般的输入跟输出。那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在阿米巴板上面提供给我们了非常多的 GPIO 角位供我们使用。那么，因此我们可以利用阿米巴同时连接上很多不同功能的这个元件或者是装置，达成多功的效果。阿米巴 RTL8195 物联网开发板同时也具备有 JTAG 的功能。所谓的 JTAG 就是 Joint Test Action Group 的缩写，那中文是联合测试工作群组。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对于 JTAG 到底做什么的，其实一点感觉都没有。但其实大家可以把 JTAG 想象成是一个后门。那在我们的程式烧录到板子上之后，除了观看结果之外，我们其实很难知道程式的执行是否出了问题。这个时候，程式设计师就可以经由 JTAG 去读取整合在 CPU 上面的侦测模组，来检查程式是否有正确的执行，达成侦测的效果。接下来是大家很常听到的一个周边界面 UART。UART 是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 的缩写，也就是一种非同步收发的传输器。那么它是属于电脑硬体一部分。UART 呢，使用了2条线，让双方可以同时的传送资料，一条用于传输，另外一条则用于接收。在传输过程中，双方只要约定好这个传输的频率，就可以成功的来传输资料。
最后，在画面上所显示的就是阿米巴上面的3组天线。第一组很重要的是要来介绍这个 NFC 天线。NFC 呢是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的缩写，也就是一般所谓的近场无线通讯。在阿米巴8195AM 这上面呢有内建 NFC 的功能，所以在板子上有具备 NFC 的通讯线圈，让我们可以不需要在外接 NFC 的装置，就可以直接在这块板子上面实作各式各样 NFC 的应用。第二组呢，画面上所显示的是 Wi-Fi PCB 的天线。阿米巴板上面内建了 Wi-Fi 收发的功能，当然少不了收发讯号的天线。所以阿米巴板上面这个 PCB 的天线，就是将天线的功能以 TCB 的布局绕线 layout 的方式所来实作完成。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更简洁的把天线功能跟板子做结合，让大家可以轻松的连上 WiFi 使用网络的功能。最后一组天线是外接的 WiFi 天线模组。其实 PCB 天线已经有接收讯号的功能，但是为了让我们的讯号能够更稳定的接收，阿米巴板上面也配备了外接的天线插槽，就是这个金属头的部分。那么我们就可以外接一根额外的天线，让讯号的传输能够更加的稳定。好的，以上就是阿米巴 RTL8195物联网开发版的基本介绍。看完了阿米巴的基本介绍之后，相信大家对于这门课要使用的这块物联网开发板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统整一下，到底阿米巴开发板有哪些好处？为什么它能够让这么多开发者爱不释手？首先，在很多物联网的应用情境里，感测装置必须要是24小时持续在进行的。而这样长时间的工作是非常消耗能量的。为了让物联网的装置的使用时间尽可能的延长，阿米巴板那特别针对于系统运行进行了功耗最佳化，所以使得阿米巴板在这个非常低功耗的情况之下能够正常的运作。这个特色对于物联网的应用开发非常的重要。接下来，除了这个阿米巴开发板低功耗之外，它同时也提供了多种网络传输的协定，譬如说 HTTP、MQTT 等等不同的通讯协定。由于在物联网的应用里面，常常会需要以不同的方式传输资料到伺服器或远端装置上，而这些资料的传输过程里面，往往需要仰赖多种以上不同的传输协定共同来完成。所以，支援多样化的传输协定也是阿米巴板非常适合物联网应用开发的原因。第三个，常常物联网的装置在传输资料的时候，会利用 WiFi 以及区域网络，透过了路由器传输资料到网际网络之上。但是其中，如果我们有一些比较机密的资讯，在这样子的公开环境之下，其实是很容易的被截取封包、解译封包其中的内容。那为了让这些机密资讯不容易被入侵，我们就必须对装置所传输的资讯进行加密和解密的动作。不过，加密和解密是非常消耗资源的，所以如果你使用软体来做的话，它不仅消耗资源，也同时非常花时间。考量到这一点，阿米巴在板子上就特别配备了加密解密的硬体，那大幅的增进了资料传输的隐秘性以及安全性。接下来，这个我们来看到的是，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多种物联网的装置，不仅是感测环境的变化，同时也会和社群，像是路跑这些活动有所关联。所以在这些活动里面 ，RFID、NFC 的感应技术就是一种经常用来进行群众活动管理的技术。那么，它们常常会加装在物联网装置之上，以及时的反应和监控。考量到这一点，阿米巴板上面也提供了 NFC 的感应界面，让开发者不需要连接其他的硬体，就可以开发与 NFC 相关的应用。譬如说最近很火红的Apple Pay 啊、Android Pay 啊，这些都是 NFC 成功的应用范例。同时，阿米巴板也可以支援 iOS 系统，让 Mac 的使用者也能够享受到开发物联网应用的乐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特色是刚才所介绍过的。我们在介绍阿米巴的周边硬体的时候，提到了这个板子的 USB host
有支援 UTG 及 UVC 的功能。那由于有 UVC 的功能，所以阿米巴板可以很容易的连接到一般常用的摄影装置之上，也因此它有利于影像相关的应用开发。另外，阿米巴板现在已经建构了一个完善的 API， 所以它可以连接 Google 的云端服务来使用，让物联网的开发者可以更容易系统化的管理维运终端装置所接收到的资讯，进行及时的处理，那么运算、识别，那也可以搭配 Google 或者是其他云上面的各项服务进行通知及推播。最后，作为一个物联网开发板，单只有 WiFi 连接功能是不够的。那瑞昱所推出来的阿米巴板更强化了 WiFi 的省电功能，那么使得阿米巴板能够非常容易的连接上网，又不耗电，这对物联网的应用开发来讲相当的重要。那同时，阿米巴板可以支援 AP Mode 跟 Station Mode， 在物联网的系统架构里面提供了更多样的连接选择。以上就是阿米巴板的优点以及特色。其实这也就是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这门课最后要选择阿米巴板来进行物联网基础程式的教学。那以上就是我们的说明。